是不是有点太扎实了？这个肉，嚯！阿平牛逼这种话就不要讲，学起来，赶快交作业啊！先来介绍一下用到的砂锅，我们已经用清水浸泡了2个小时了。这个是直径23厘米的，大概能煮3到4个人的粥。这个是26厘米的，大概能煮5到6个人的粥。好，接下来我来演示砂锅店的出品。3到4人份，我们用350克的米，需要用清水浸泡5分钟。这一步并不是为了让米更好的开花，而是因为泡过的米它不容易粘在锅上。干贝丁我们要把它打成粉。打成这种针状。3到4人份大概放250克左右的虾，虾须还有虾枪，这些容易扎到人的都要把它剪掉，对半剖开啊，把虾线去掉。一点姜丝抓到一起腌一下啊。开水大概倒到3到4人份的锅里的一半，水开就把我们泡好的350克米倒进去，然后花生油1条根左右，大概10克，然后还有猪油半条根。哦，这个时候有一步很重要啊，不停的搅拌它，不要让它粘锅。这个滚得很快的，你看它快要扑锅了，把米汤捞出来淋下去，不要让它扑掉啊。我们叫扑，你们叫什么？我们也叫扑。我怎么感觉锅没洗干净啊？你不是泡2小时吗？我们只是跟他们说要泡2小时，但是自己没有泡2个小时啊。美食博主不都这样吗？弄虚作假。4分钟左右，不太容易扑出来了。继续加开水，加到和这个浅色的边平齐。加了水之后，它又容易扑锅，很正常的啊。这个过程一定要保证全程大火，大概需要2到3分钟左右。我们就继续加水，还是加到刚才的水位线。整个过程要加3次，最后一次加水。煮了大概10分钟，大家看看这个米的状态，有点开花的状态。我们要把这个米捞出来一部分，大概一半吧。但是我至今仍然不知道它这个米饭捞完之后去哪干嘛用，搅动它一下，然后捞出来一勺，里面大概一半米一半汤。开始调味了啊，干贝粉半勺，大概3克左右；八宝1丁鸡粉大概5克左右；出汤鱼露1勺，大概10克左右；冬菜末大概是10克左右。冬菜不要煮太久，煮久了它会酸。花生酱我放一点，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不放的，放一点点进去吧。转大火把虾和姜丝放进去，虾开了背之后它会开成这样的花，就比较好看。虾大概煮1分钟的时间，其他煮的时间我们会放到屏幕上，你们自己来参考。关火，看下这个状态啊，加一点点香油进去，还有芹菜末，完美。这个就是商用版出品过程。分量太足了吧？是那个味了。是干中了，他有胃病，我把它嚼碎了，这样好消化一点。你喂它吃吧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更标准化的操作流程，我们煮一个粥底，大砂锅加入4000克左右的水，150克的蒸猪米，10克左右的猪油。这个粥底大概需要煮1个小时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处理其他要用到的材料。第一刀切到皮，但不要切断，再切第2刀。猪肉切成片。猪肝我们切成片就行了。其实还有猪杂，不太喜欢吃什么猪粉肠、猪腰子那种，我就买了猪肝，但是大概都是一个意思。倒一点淀粉，再来点酒抓一下。我们在汕头吃的那个粥，我就感觉味道太大了。对，那个猪味儿。它那个猪刚杀完就拿出来吃的，猪肝、鱼片、猪肉、牛肉都要分别腌制啊。我们就搞快一点。菜心，我们来切点粒儿。1个小时之后，我们这个粥底就熬好了啊。有了这个粥底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其他各种各样的粥了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做演示用小锅吧，先下一个鱼片的吧，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散，来一点点胡椒粉、生菜丝、葱花一点点，鸡粉也来一点吧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利用这个余温就好了，鱼片只要半分钟秒熟的。太嫩了吧！我们的小哥说，这个就有点像广东版麻辣烫，他煮了一个粥的锅底，然后里面下入你想吃的任何食材。我们再来一锅，还是一样的方法，一点点盐，少量的鸡粉，干贝丝也可以放一点，这个直接调在粥底里面就都行。牛肉，筷子划散，鸡蛋1个，关火，菜心粒，还有葱花，这个也可以了。看一下这里面的牛肉啊，是不是有点太扎实了？这个肉，嚯！里面还有一个这个鸡蛋。最后刚好2锅，也是一样啊，盐、鸡粉、干贝丁。搅一搅，让它再收的粘稠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下料。猪肝、猪肉、猪杂都可以啊。如果你们有猪杂就放猪杂，一样的，不要着急，搅散它。这一锅下猪肉丝，还有皮蛋，我认为最经典的咸粥，没毛病啊。接着胡椒粉，搅一搅，
这个1分半钟关火，这个1分钟关火。葱花，这样我们就分别得到了猪杂粥、皮蛋瘦肉粥。你们发现没有？煮了粥加什么，然后每个菜放进去几分钟都是有公式的，操作起来几乎是毫无难度。判断一个粥 OK 不 OK 啊，就一点它是能够裹在这个食材上的，能不能感觉到？如果你们不能感觉到，我就替你们尝一下，等着，等着，高高等着，拜拜。